同学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绘画小写意牡丹所需要的纸张。那咱们画的是小写意牡丹啊，咱用的纸张是咱们的生宣纸啊。那老师用的这个纸张是夹宣，也就是加厚版的生宣纸啊。加厚版的生宣纸，它纸张比较厚实。那咱教大家怎么去识别纸张啊。那摸上去啊，光滑的一面是咱们的纸张的正面，那它的反面啊，对比着去摸上啊，它是有一些粗糙，所以说咱要知道它的正反面怎么去识别。那识别咱们的纸张，小写意包括写意画，咱们通常用的是生宣，然后也可以半生半熟啊，都可以。那工笔画用的是全熟啊，用的是熟宣纸。所以说大家要先了解啊，画什么样的国画，咱们选择适合咱自己的纸张就可以啊。那咱们运用到的有毛笔，毛笔啊，咱选择用尖毫毛笔。咱们的这支花头笔出锋是从笔根到笔尖处啊，咱们叫出锋，出锋是5.2厘米啊，5.2厘米的花头笔，尖毫毛笔啊。那好，咱今天啊，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咱们的基础的内容，也就是咱们初学者必学的内容啊。简单的来，那今天这个用到的底色是太白加3绿，我已经提前调好了啊。太白加3绿色，哎，给它调均匀，然后给它蘸上咱们的底色，好，给它刮掉毛笔上多余的水分啊。太白加孙绿去给它调个底色，那这个底色调成什么状态？就是调成这样的纯牛奶的状态啊。等一下咱们还会教大家怎么去调底色啊。好了，玫瑰红色，滚动毛笔去调。咱来复习一下咱们的基础花瓣，然后给它过渡咱们的曙红啊，一点一点的给它过渡上。然后笔尖加强咱们的胭脂，玫瑰红、曙红加胭脂啊，咱今天用到这几个颜色。好了，咱去给它添花瓣。那在这个位置，咱复习一下咱们所学的小写意牡丹所用的花瓣啊。毛笔侧锋运笔落在纸上，往它的右边去推，推的同时咱转动毛笔，也就是常说的捻动毛笔，给它轻轻的收笔。你看咱们这个啊，咱们再来一个，毛笔落在纸上，往右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收笔，再给它来个小的，是吧？那还有更小的啊。那咱画一个不同方向的，那这个是往右的，那咱再来一个往左的，是不是？毛笔落在纸上，往左边推，推的同时往左去转动毛笔啊，给它收笔，是不是？不同方向啊，不同大小。这是咱们所运用到的其中的一个花瓣，教大家怎么去蘸底色。笔肚啊，鼓鼓的小肚子去轻轻蘸咱的底色，轻轻一蘸，刮掉毛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咱们再给它来上玫瑰红，滚动毛笔去调，好，给它来上啊，然后曙红色，先加强。毛笔啊，给它过渡上胭脂。好了，咱们再接着来，那再给它来咱们常用的花瓣，是不是？咱还有一个啊，那你看侧锋运笔，按在纸张上，毛笔往上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，给它轻轻的抬起来。那咱再来一遍啊，毛笔落在纸上，往上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，那往左啊，再来一个。是吧？有大有小，咱再来一个小一点的。那不同方向，咱们让它躺下来，可不可以？也是给它来一个，这边来个小的啊，是不是不同方向啊？那咱所运用到的，那咱再去补充底色啊，毛笔干了，去补充水分，补充完水分以后啊，咱们去给它再接着去调一下颜色啊。玫瑰红给它来上，然后笔尖过渡，
曙红，你看啊，一点一点的去给它调，一定要把颜色给它调均匀了啊。然后胭脂色给它调出来。那你看调色盘上的颜色啊，从浅色一直到深色啊，给它有一个渐变色。那好，咱接着来。那咱说过啊，那它这个方向啊，有往咱们的右边、左边、上边啊、下边啊，下边的咱还可以给它来一个上边的，是不是？那你看我毛笔落在纸上，按下来，捻动毛笔往右边给它转走，是不是往上的啊？往下的，往上的。那当然咱不同的角度啊，咱都要给它画出来。那你看往这个角度给它来一个，那我再给它变换一下，你看毛笔落在纸上，转动毛笔，你看捻动毛笔，轻轻收笔，是不是又给它来一个？那你在这边你看可不可以这样？往这边给它走一个，是不是练习啊？一定要练习它不同方向。那这边你看毛笔落在纸上，转动毛笔，是吧？推的同时啊，你看我在往下推的同时，毛笔是转动的啊，转动的，然后轻轻抬起来毛笔，你看看是不是不同方向啊？咱们要练习不同方向的这个运笔。那咱现在啊，咱接着啊，我又去补充底色了。这是咱们所学的啊，所运用到的花瓣，咱接着再去给它来上啊。复习一下咱们的基础花瓣怎么去运笔，给它滚动毛笔去调。玫瑰红色啊，调出来玫瑰红，然后是曙红，加上咱们的胭脂。那这是绘画咱们小写意牡丹画必须要练习的基础花瓣的运笔。那咱还有一种花瓣，你看啊，是大花瓣。我毛笔落在纸上，侧锋运笔，看啊，按在下来，给它往右边推，推的同时，你看笔尖是在转动的啊，给它收个啊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再画一个小弧度啊，画一个小弧度。那咱不同方向是吧？往下的我给它来一个。往右边的啊，毛笔啊有点干，咱画完这一笔再去补充水分。你看给它是吧？扫过来，出现这种情况啊，就是干了。那咱就干嘛？去补充水分啊，鼓鼓的小肚子去补充水分。接着来调玫瑰红过渡，然后曙红色。慢慢的去过渡胭脂，笔尖上的颜色最重啊。好，放到旁边。你看，咱重复来一个，毛笔落在纸上，我往右边左上方去给它推，画个小弧度，是不是？往下的啊，这个是往下来的，这个是往右边。那咱们再来一个往上的，你看，再来一个往上的啊。毛笔落在纸张上，去给它推笔尖，给它画小弧度。但这个是不是往上边的，是吧？花瓣朝上。那咱们同理啊，你看上下右，咱们再来一个左边的。左边的啊，咱们画起来是不太顺畅的，为啥？因为咱手腕啊，从这边去画，那咱画左边的需要把手腕转过去。那咱先来调一下颜色。一定要把颜色给它调均匀啊，然后在笔尖给它过渡上胭脂，水分不要太大啊。好了，你看，咱把手腕啊给它转过来，我手腕转过来，咱去画一个往左的，毛笔压下来给它推，你看给它推过来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咱给它写在它的旁边啊，这个花瓣是往左。那你看啊，咱们的牡丹啊，基本上就需要这么多。那咱练啥？练就是它不同方向。那咱现在给它编个号码，然后把它的运笔轨迹咱给它复习一下。那这个啊，咱们取名叫1号花瓣，好不好？1号，然后这个是2号，然后这边是3号。那咱练什么？练它的不同方向、不同大小啊，咱说了有大有小，是吧？1、2、3，3个花瓣。那咱去给它标记上它的一个运笔轨迹。
那它从这个左边一直往右上方去推，推的同时啊，咱转动毛笔。那你看老师的啊，这个手啊，按下来往这边，看好毛笔，我放大，我是往这边转，看到没？往这边下边转啊，咱们给它标上它的转的这个方向啊，是从这样往这边转啊，咱写一个转字啊，你看。是吧？这是它的一个轨迹。那咱说过啊，从绘画往右边，那是不是咱是这个右边的啊花瓣？那这个花瓣是不是往左的？那这边它就从右边往左边去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。那它这个转动毛笔的时候，看老师的这个毛笔啊，它是从这边往这边去转。那咱去给它画一下，它是这个方向去转的，从这边往这边去转。啊，就是咱们所说的捻动毛笔啊，捻动毛笔，这是它的轨迹啊。咱现在讲的是它的一个运笔轨迹。那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？毛笔往上去给它推啊，那你看它不同方向，是不是？那这边从左往右，是不是啊？从左往右。从这个也是从左往右，但是它方向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是朝下，那这个又是朝上，那这个就是咱叫说不同方向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同方向，你看那太多了，那咱们还可以画不画啊？在这边还可以再画不同角度、不同方向，是不是？要了解它的轨迹啊，要了解它的转笔。那这边咱们是不是也是往这边去转？这个往这边去转啊，大家要理解啊。那这个就是往下转啊，我这个小箭头指的方向是转的啊，那这个方向往上去转。那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啊，感受一下怎么去转。那这个大花瓣的轨迹啊，咱再给它画一下。大花瓣的轨迹是从这个方向给它画个小弧度，从下往这个左上方，是不是？啊，从左边给它又画了个小半圆，你看是吧？这是它的一个运笔轨迹啊，大家复习一下啊，要了解它的这个。那咱们在练习这些花瓣的时候啊，咱们去练什么啊？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把这个稍微往上推一下啊，咱们移开啊，往上移一下，在这个位置咱跟大家讲一下，它需要练什么？啊，咱拿笔啊，给它写上一下，找根笔给大家记录一下啊。那咱练啥？练不同啊，练它的大小。咱运笔啊，运笔一定要多加练习。那运笔就是这3种花瓣，来写上啊，3种花瓣。那咱们接着要练它干嘛？练它的大小，是吧？有大的有小的。要练它的长的，是吧？长一点的，短一点的啊，咱给它啊，我写在这个地方啊，短，是吧？有长有短，那它有大有小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不同方向一定要多加练习啊，不同方向，把这上面的啊3种花瓣，按照这些内容去给它多加啊，一定有多加练习啊，这是咱们的基础的啊花瓣需要练习的地方。那好，咱接着啊，那你看看它的不同方向、不同大小，咱们再给它来。那1号花瓣是不是啊？这样去给它画。那咱再来画一遍啊，教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咱们的运笔啊，刮掉毛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给它刮一下。那咱们在画的时候，一是调色需要注意，一定要把颜色给它调均匀，调的润润的啊。笔尖给它过渡上。那这是在画咱们的牡丹花必须要练习的，必须要学习的花瓣的运笔，非常简单，靠的就是大家去多练。那它有几种啊？只有3种，是不是啊？只有3种啊。3种花瓣去给它练习，多练习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你看咱的1号花瓣，看好了啊，
老师的毛笔，主要是看老师的转笔啊，怎么去捻动毛笔。那我毛笔啊落在纸张上，往右边推，你看推的同时，看好老师的毛笔是在转动的啊。你看我往哪个地方去转，转的同时，你看我把毛笔抬起来了，是不是它的轨迹啊？这是它的推的一个轨迹。那它转的轨迹是往下边去给它转啊，往下边去给它转上啊。那它换个方向，你看啊，老师再来一遍啊，换个方向，毛笔落在纸上，往左边去给它推，推的同时，我又转动毛笔了，给它轻轻收笔。那这是因为毛笔干了啊，毛笔上水分干了，它有点上色啊，你看有点油白了。那它这个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去转，是不是啊？那咱在练第一个花瓣的时候啊，就练这两种。那慢慢的去给它练大小啊，给它练出来它的大小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去补底色啊，这个啊鼓鼓的小肚子最鼓的地方去蘸底色，蘸完底色以后啊，咱们再去给它来上咱们的玫瑰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。那它的口令你看看啊，咱给它写上，等一下啊。那是1号，那2号花瓣呢画在这个位置上，毛笔侧锋运笔往上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，你看看是不是？那这边给它压过来，你看看不同方向啊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，对吧？那它的轨迹是吧？咱又来画了一遍。这个是从这边往那边走。那它这个3号花瓣啊，3号花瓣看似简单，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哪个地方啊？有些学员会误解啊，会误解咱们的这个转笔啊，会误解它这个画弧啊。那它是为什么呀？它是有一个空间的去给它画弧。比如说这个是小圆圈，它在去画花瓣的时候，你看按下毛笔是吧？我笔尖上的颜色，笔尖上去是这样围绕着它这个画一个小圈圈，是不是它这个是这个小半圈？那比如说我画一个朝下的，那我的笔尖是不是也是在围绕着它的这个运笔轨迹，这样去画圈？那咱们往往啊，学员会容易出现什么状态啊？很多会误解，以为这个毛笔啊就是这样推着转啊，但是它有一个笔尖上是在画一个小弧度的啊，笔尖上是有一个小弧度，就是这个小弧度。那你看咱在旁边啊，如果说它不画弧度，只有一个顶点，那你看咱们再去画花瓣的时候，我只是转，但是我的笔尖是吧？不画弧，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可以给它加大一点，是吧？那它的笔尖就是这个顶点，没有变化。那咱要是画弧的啊，给它画弧度，你看我这个这样去给它转圈，给它来上。那我笔尖它不是一个顶点啊，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顶点？它是一个半圆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很多学员会把这个和这个顶点去给它混到啊，给它混淆了啊。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，这个是需要注意的。那这些花瓣，你看啊，咱们的步骤啊，侧锋运笔啊，什么是侧锋？就是用毛笔的侧面啊，侧面去给它画出来，是吧？那侧锋咱写上啊，咱还是给它总结一下啊，咱在这个位置上，第一个啊，侧锋侧面啊，侧锋运笔，是不是？啊，侧锋运笔，这个花瓣是第2个，侧锋运笔落在纸张上了，是吧？向右或者向左推，是不是？啊，也叫拉，都可以啊。啊，是不是向左推，也可以向左拉。然后呢，那它的同时啊，在这个的同时，咱们是转动毛笔啊，转动毛笔。
你看是转动毛笔，然后第3步啊，轻轻抬起，是吧？轻轻抬起毛笔啊，毛笔，然后给它收住，是不是？要给它收住了。那这是咱们在画这个花瓣，那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哎，侧锋运笔是吧？落在纸张上，哎，往上推，是吧？它这个是往上推，那它往下推，往左推，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那这个主要是咱们干嘛？3号花瓣啊，咱写下来，这是1号花瓣，那这个是2号花瓣，对不对？那它需要的就是侧锋，能不能看到啊？侧锋运笔，侧锋运笔，然后是向上，是不是向上？那它上也可能是向下啊，也有可能，知道吧？那第3个就是收笔，咱写的简单一点啊，转笔，转笔啊，向上推的同时，别忘了转啊，不要忘了转笔。那这个就是干嘛？这是3号花瓣要注意的，就是画弧，是不是？画这个小弧度啊，小圈圈、半圈、半弧啊，然后给它推，是不是？画弧去给它推啊，这个是咱们所学的基础花瓣的运笔啊，以及咱们要掌握的一些知识，好不好？掌握的一些知识。那下堂课啊，咱会再接着去给他讲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好，大家好啊。那上节课咱们讲了基础花瓣的运笔，那这节课啊，咱们接着讲什么呀？讲也是咱们初级啊，入门级啊，零基础学员啊，需要去掌握什么？那咱说了，练花瓣的不同大小，是吧？那他怎么去练不同大小？怎么去掌握花瓣的大小啊？那咱这节课就着重跟大家去讲啊。好，咱们去蘸底色，太白加3绿啊，混合在一起调了一个底色，然后咱把这个放到一边，玫瑰红给它调上，玫瑰红色滚动毛笔去调，然后是曙红。加上咱们的胭脂，你看啊，一点一点把颜色给它调出来。那咱复习一下花瓣，咱说过啊，花瓣的大小，那咱练了有几种花瓣啊？咱们第一个侧锋运笔，毛笔给它推的同时转动毛笔，是不是啊？咱是不是这样给它来的？那我又来一个大的，是不是比它大一点？那我再来一个小的，是吧？那同学问，老师，这个大小我是怎么去给它表现出来的，是吧？那这个给它来一个大的，是吧？然后再给它来上一个小的，那不同方向的给它来一个，也有小的，也有大的，你看是不是？对吧？那还有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花瓣呢，是吧？1号、2号，那咱讲的第3号花瓣，是不是？那3个花瓣，第3号花瓣怎么去画它的大小，是吧？咱也要给它表现出来。那不同方向，对吧？不同方向怎么去表达啊？今天就是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小细节上的问题啊，大小方向。那你看咱的这个花瓣，我把这个毛笔落在纸上，给它推。那我给它画小一点，可不可以？画一个小花瓣，给它推过来。给它压上，是吧？那我可不可以画一个大的？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很大？对吧？很大。那咱说了啊，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？花瓣的，它的大小，是吧？怎么画？怎么让它画的更大一点，是吧？那比如说咱画大花瓣。谁决定花瓣的大小啊？其实就是什么？毛笔，你看啊，毛笔接触到纸张上的
面积决定的啊，面积决定大小。记住这句话啊，面积决定大小很容易理解。那怎么去给它确定它的面积？那面积又是谁决定的？面积又是力度啊，它的力度决定的。啥意思啊？跟大家举个例子。你看啊，我去蘸底色，咱接着调一下颜色去给它画。那咱先用按压的形式去给它表达。那我想画小一点的花瓣啊，你看笔尖给它加强，小一点的花瓣，我毛笔我给它落在纸张上，我按的力度非常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水分有点大啊，我力度大，花瓣就大，我轻轻的一按，是不是它就小？那它这个是一个大一个小，对不对？那它的这个力度啊，我是用大力，是吧？力度比较大一点的力气，去给它按压，那它的面积就大。那它这个力度啊是小力量，是不是比较轻？小力，它就画一个小的，它的花瓣就比较小，是不是？那它就是面积又是从力度啊，又是力度所决定的。明白了吗？有的学员说，老师，我把控不住它的这个力度，是吧？那没关系，咱就看把控不了力度，就用它的面积去把控。那我想画小花瓣的时候，你看，我想画大花瓣，毛笔落在纸上，我让它面积多接触纸张，然后往右推，推的同时转动毛笔，它的面积大。那我再去落在纸张上，我不让它接触那么多，我让它接触1/2的面积，然后往右推，捻动毛笔，收笔，它的面积就小，是不是啊？一定要理解啊，这个它的大小是这么去控制的啊，这么去控制的，是不是？那它的不同方向，咱说了啊，还要练它的不同方向啊，不同方向，咱第二个啊，咱给它写上。不同方向这个非常好理解，那它是由谁决定的？它是由笔干啊，由咱们的笔干的方向所决定的啊。笔干的方向决定花瓣的方向。那你看咱是不是啊？它是不是决定啊方向啊？那咱现在一个往左边的，是不是啊？往左边的一个花瓣。笔尖给它过渡上，往左边，你看我往这边来，我笔杆是不是指向左边，对吧？我笔杆是指向左边的啊，咱到这个位置上，我笔杆指向左边，它就往左。那我这个是吧，指向左边，我给它画弧一个花瓣，它是不是也是朝左的这个花瓣，对吧？那我笔杆朝右啊，你看我笔杆是朝右边方向了啊。右边方向，我去运笔，给它画上这个花瓣，给它右边，那它的这个花瓣是不是就朝右的？毛笔干了啊，咱去补充一下水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再重复运笔啊，给它来上，给它推，你看是不是笔杆？那笔杆朝下，那我要来一个朝下的。笔杆指向下方，去给它画花瓣，给它扫上，是不是？它就是朝下的，对吧？往下的，所以说笔杆啊决定它的方向。那所以咱不管画朝哪个方向的，咱就笔杆指向它就可以了啊。谁来控制它的大小和不同方向？就是这个啊，理论知识加咱们的实践相结合，很简单啊。很简单，那这堂课啊，可以和上一次课咱们连接在一起去学习啊，就没有问题啊。